大家好，我是马东。哎，谢谢。嘿，站在录像现场从来没这么紧张过。第一，因为不会说脱口秀；第二，因为这不是爱奇艺吗？你懂啊？非常忐忑啊，因为你们都说去年我把一个节目给带到隔壁平台去了，是吧？所以今天回来呢，第一是为了赎罪，啊，理解哈。第二，回家来看看，看看还能再带走点什么。说实话，很想念，真的。这2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说，马东，想家就回来看看，想加薪还是得跳槽。跳来跳去有用。你看我现在，我站在这儿，我现在身价都不一样了。今天往这儿一站，免费了吧？啊，敢找人家要钱吗？我们今天现场有好多你们熟悉的人哈。有这么一位，他父亲是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他本人呢，从小就喜欢相声，不好好念书，就以为说相声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怎么都能说。后来发现没那么容易，就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超过他父亲。那怎么办啊？就干点别的呗。干什么呢？干综艺呗，是吧？当评委呗。自己没有喜剧作品，就坐在那儿点评别人的喜剧作品呗。我这么一说，你们就知道是谁了，是吧？这谁呀？就是我呗。这个场上就是我跟郭麒麟有这个共同的特点，所以我们俩有好多体会是共通的。我不懂脱口秀。但是这个场上，我是懂郭麒麟的。郭麒麟现在真的很优秀，你看，演戏又演得好，然后情商又高，人又长得帅，多么优秀的年轻的老艺人。我觉得所有的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所有的喜剧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甚至所有从事笑的艺术的工作者，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你说心里话，郭德纲是不是应该向你学习？原生家庭的痛我们都有。不敢说。大家看，杨天真真的是瘦了好多啊，我都认不出来你了。你看你，哦，你是侯佩岑哈。佩岑姐姐，我们是好朋友，今年特别棒，在浪姐那儿留下了好多高情商的名场面，我印象特深。她见着管乐的父母，一张嘴就是“妈咪”“爸爸”，你们生了一个天使。你听听人家这情商。我不瞒你说，上一场我借了他一充电宝，他也说我是天使。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人了，就是没有见过侯佩岑的人，因为只要见着他的，当场都成了天使。说回到天真哈，江湖上有好多谣言，他们说天真姐姐暴瘦是因为失恋。怎么可能呢？我那么了解她，真的，我真的不能让他们这么诋毁你。凭什么一个女生暴瘦就是因为失恋啊？在我心里，你纯是因为生意失败，就是大码女装卖不动了嘛。我觉得咱事业女性是吧？要受伤，也受事业的伤。行，这边的人我都得罪光了已经。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节目。因为至少这个节目里的选手都还盼着我好。我们那节目里的选手
关心我主要体现在关心我什么时候生病。有一次我们马上就要录像了，土豆那个作品都一直没有准备好。录像前一天，我被隔离带走了。土豆得知以后啊，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的。吕岩说：“你笑什么呀？咱们明天就开演了。”土豆说：“这哪是明天开演，这个老登被带走了，这是老天开演。”他们都管我们那儿叫喜剧监狱，其实哪有什么监狱，就是上班嘛，对不对？每天演员也是来我们这儿上班，跟这一样写稿子，创排、熬夜。我有时候看着他们那么辛苦，我真心里不是滋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呀，我说你们这样真的太让人心疼了，要不然你们晚上加班的时候就别开空调了。”他们说热。我说嗨，就你们这作品质量，演着演着就凉了。其实我知道，在场的选手啊，都因为创作而感到焦虑和痛苦，然后老问说：“哎呀，我们怎么办呢？”你问我怎么办，这就叫活该。真的，因为是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之一了，每天在新鲜的创作。那如果你的作品在舞台上获得了观众的笑声和肯定，那是什么呀？也是活该。谢谢大家，我是马东。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然后，对，谢谢你。我在上海呢，叫 Thanks。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在校生，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点年轻人的话题，咱们聊聊上坟。我18岁那年，我爷爷迁坟，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爷爷那个新墓地上坟的时候，就发现我爷爷的墓地明显比周围的要大，我就问我爸为什么，我爸说因为咱家买了一个3代的墓地。我说哦，也就是说我太爷爷、太太爷爷都在里面呗。我爸说不，你爷爷是第1代。我当时都吓坏了，我说爸，咱俩今天还回家吗？我都特别怕他给我一句说来都来了。我说爸，咱不能在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之间选择没死硬埋吧。我爸就跟我说，我们只是买了3代的墓地，又没说必须现在用。我说哟爸，那你目光挺长远呢。我那年才18岁，没毕业，没工作，没车没房，有一块自己的墓地。我觉得人的一生很长，不应该18岁那年就找到人生的目的。我爸给我解释说，咱这是公墓，如果不提前买好的话，等爷爷附近墓地被别人买走了，咱们就没有办法和爷爷埋在一起了。我说爸，如果没记错的话，爷爷活着的时候，咱都不跟他住一起。但没有办法，这个墓地就属于是买都买了。我就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它，然后发现其实提前有个墓地确实挺好的，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比如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跟你爸死哪儿去了？我说蒙河公墓48号。然后而且我们家那边烧纸有个习俗，比如说我要烧给我爷爷，我就要一边烧一边念叨他才能收到。自从我知道那个墓地有我一份之后，每次烧纸念叨2句我爷爷，我就念叨1句自己。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现在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阳间2500，阴间7600亿，存了一个死期。我现在为了存钱，逢年过节就烧纸，不光清明节烧纸，圣诞节我也烧纸。
前两天父亲节，我爸说啥没让我去。我为了烧纸，就是有一次去烧的时候，旁边有那户人家也在烧纸，那个人一边烧一边想跟我唠会儿嗑，他说：“孩子，你这是给谁烧呢？”我说：“给我自己。”当场他脸就绿了，跟他手上那个玉皇大帝是一个颜色的。就那天吓得他往我这儿烧了2个亿。我那样坚持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在衡中学到一个道理，就是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但我有点太努力了，我爷给我托梦了，他说别烧了，够了，下面都要通货膨胀了。我说爷爷给您烧你就收着呗。我爷说真不用真不用，说哎，给孩子的。我不光烧钱，还会烧一些纸扎用品。纸扎用品太有性价比了，纸扎的跑车9.9块，还送车牌和驾驶证。我现在是保时捷名 A 5个9的车主，我还有一个绿牌新能源的，弥补一下烧纸不太环保的问题。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后来想了想，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虽然活没活明白，但死我已经有着落了。我不羡慕有钱人，活着有钱，死了又带不走，死后有钱才真正的富有。生前你不理财，死后财不理你。我现在心态很洒脱，我就属于阴间土豪体验生活来了。我也不害怕死亡，我觉得死亡无非一种未知的恐惧。很多人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面对什么。我知道，巨额财产，我现在都在想早点下去。前段时间我又回去给我爷爷上坟，然后顺便转移一些资产，转移到我的这个地下钱庄。但我那次去的时候就发现，某河公墓的大门和围墙被拆了，门口竖着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河北省某河公墓涉嫌非法经营，即将被拆除。我当时的反应也是，他一个公墓，他能怎么非法经营？他是在坑里打隔断了吗？我就一定要查清楚。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是因为虚假宣传。就是按理说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但他宣称为永久，我觉得这就说得通了。要是知道产权只有20年的话，那谁会买3代的墓地呀？那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一个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20年以后，那骨灰咋办呢？怎么白发人化灰会挥发吗？我现在算是发现了，提前给自己烧钱一点用都没有。辛辛苦苦攒了那么多钱，现在告诉我金库要拆了，我也是没想到，年纪轻轻，人还在，坟没了。今天也是忠告大家，这理财有风险，烧钱需谨慎。那不说了，我要找下一个人生目的了。好，讲这，谢谢大家。哎，大家好，我是梁爷。哎呦，很开心啊，又来了。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是吧？去年头一回来，大家都不认识，我也很紧张。我去年来之前，我还问了问我妈，我说我要去上海比赛，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我妈说啊，到人家那儿啊，少说话，早点回来。我说也可以不去啊，也可以不去。哎，但是你别说，做到了是吧？很快就走了啊。确实啊，家里边也一堆事儿。去年我也讲了，家里边呢还有2个小朋友，是吧？哥哥大了，那妹妹还小，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就很困扰啊。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
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不合适我们就换。我媳妇说我啊不行，我看人不准。啊，是那意思吗？看人不准，骂人挺脏。我说你这样，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他说不行，有经验的呀都油，爱偷懒儿。我说那你找一新手。他说新手啊不行，带不好。我说那你找一岁数大的。他说不行，岁数大都干不动。哎呦，我说你找一年轻的。他说你要干什么呀？哎呦，我要干什么？我要跟阿姨出去单过。他说你别废话啊，你刚才你都笑出来了。我说我这是苦笑，我还笑出来，不小心不小心啊。选不好，其实我也能理解，是吧？你家里突然来一个外人，又照顾孩子，总是不放心啊。后来我也选烦了，我说干脆别选了，就让我妈来就完了。我媳妇说：“哎，选好了，选好了。”你知道，当你把主要矛盾拿出来的时候，次要矛盾好解决，当场就选好了。选好了，阿姨呢就是聊一聊工资嘛。哎呦，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也不是说低，阿姨这工资啊准。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似的，哦，跟我工资一边多，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她要是全勤，我不敢请假。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我想过，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挣好多啊，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我一个月2000，我自己辞职当阿姨。现在她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一样，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5险1金？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我呢上班不远，她就住我们家。哎呦，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有点难分伯仲。哎呦，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我说我这工作稳定。阿姨说对，你稳定我就稳定。哎呦，狠狠被拿捏啊！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什么感觉？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很具体。为阿姨服务啊！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那咱俩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你哪能那么没出息啊？”阿姨来了呢，就是融入的也很快，几天啊就有主人翁意识了。现在每天在家里抱着妹妹送我上班，走吧，去忙去吧，啊，去给我挣工资去吧。哎呦我天！我走我也不放心啊。我说阿姨，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阿姨说，非喝奶粉啊？我说不，非喝奶粉。二宝啊，特别喜欢那个飞鹤、星飞帆、卓瑞，聪明宝宝都爱喝。阿姨说，行了，别嘱咐了，快去挣奶粉钱去吧。我说，哎，你别说，挣着了啊。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我这边抱着妹妹，阿姨就拉我聊天，说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吧，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我跟你说，儿子都指不上。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阿姨说嗨，我有分寸，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我说您啊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阿姨没事呢就拉我聊天，然后就数了我。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新员工入职啊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就有点奇怪，就老批评我。她说你看这纸壳本卖不了多少钱，还占着地儿，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我说哎呦，怎么刚上班就骂同事？看哪儿都别扭。我觉得阿姨啊就是工作不饱和，是吧？每天就是闲的。你看她带着孩子啊，上午玩会儿，中午睡觉，下午又玩会儿，这一天就过去了。你想我们那一天，差不多，差不多。
难怪工资一样多哈。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着你那活儿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儿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阿姨想了想，阿姨说不一样，说我在家就擦这一个屁股。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工作轻省。前一段呢，阿姨啊老家亲戚结婚，请假回老家，她请假回老家，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要保持一个收支平衡。你看阿姨一走，我就发现了这活啊什么都是这样，看着简单，其实还是非常累啊。每天照顾孩子又得干家务，天天盼着阿姨回来。我这边盼着阿姨回来，我扭头一想啊，我也一个礼拜没上班，单位是不是也很想我呀？礼拜一上班，我说怎么样，朋友们，上个礼拜都顺利吗？我们同事说啊，你上礼拜没来啊？我这一礼拜没去，没发现。我扭头回家呢，就跟我媳妇吐槽，我说你说像话吗？哎，一个礼拜没上班，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我媳妇说啊，你今天上班去了？谢谢大家，我是梁燕。大家好，我是杨蒙恩。真的很开心回来录节目，因为我现在真的发现，还是脱口秀的舞台最适合我。因为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才会有人觉得我帅。不，你们现在说不觉得有点晚了吗？不是图你们这个。你们有人知道我前2年客串了个仙侠剧吗？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好不好？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永远不要知道。那个剧其实一点也不火，但它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剧上的唯一一个热搜还跟我有关，叫“才发现杨蒙恩这么难看”。我看到那热搜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难，我很难过。然后我老婆还安慰我说：“哎，你别难过，你别难过，你往好处想。你看，他们才发现。”徐志胜当年一上台，他们就发现了。我想说的是，我和志胜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徐志胜是丑，我是难看。你们能分清那个丑和难看之间那个细微的差别吗？就是难看是很多人很难看，你一看他难看，你再也不想看了。丑是一个，哦哟好丑，但你忍不住还想看。一边看你都一边琢磨，怎么能长这么丑呢？我这样说，我不是在嘲讽人家志胜长相的意思，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丑也是一种好看，但难看彻底就是难看了。你们想想，就是那个古代唱戏的里面有生旦净末丑，有丑角儿，但是没有难看角儿，难看的成不了角儿。其实我很清楚，就是我这种长相，我在古装剧里我只配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我只配演那种《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关羽在城外叫嚣，谁敢一战？我说末将愿意前往，你知道吗？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关羽提着我的手机回去了，你知道吗？打战鼓呢，在这个就是。而且，人真的是你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我原来看仙侠剧的时候，我的嘴很恶毒的。但凡那个男主角脸长了一点，我盯着手机我就骂。我说你个丑货啊！你修仙光修下巴呀，是吧？然后我们前2天我们又看了一个仙侠剧，我老婆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就说：“哎呦，他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来演戏？”我跟他说：“他也不容易呀。”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过吗？
他怎么知道上了电视之后那么难看呀？从小到大，他的妈妈也一定一直叫他大帅哥。真的，没有一个仙侠剧啊，不是，这是没有一个母亲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难看的。但那个仙侠剧把我妈击穿了。我妈看的那个热搜，从愤怒到妥协，只用了3句话。第一句是：“哎，现在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第2句是：“我们多帅，那我们多帅。”第3句是：“这个妆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啊。”然后我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那个短视频就是在讲什么是返祖长相。他就说，如果有的人这个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这就是返祖，就大概就长这样。你们都看得见？是，这有什么好啊？你没见过山顶洞人是吧？这。真的，就那个视频，他就这样，他那个视频还专门配了一个就是北京猿人就历史课本那个图。说实话，我看着那个图，我从来没那么觉得，我根本不是什么内蒙人，我老家就在北京周口店，知道吗？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北京王府井那个地铁站那个下面有个古人类文化博物馆，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每次都过去都想转一转。我一开始以为说我喜欢历史嘛，现在明白了，就是乡愁。而且我发现，就是男女就对待这种视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我老婆看完之后，她给我发了一个上海9院的挂号链接，她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整形医院，说要不要去垫垫下巴啥的。就她就这样，就说别人说的哪儿不好，她就想改。我才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我点开那个视频，然后在下面评论，我说对呀，没错，长成这样，因为我是你祖宗。你知道，就是其实我这么生气，也不光是因为他说我长得返祖，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标题是“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因为长成这样的人，小脑发育不健全，所以他冲动、易怒、会报复，然后后面跟了一堆杀人犯的照片，就是。他就是对我这种长相的一个全方位的否定，就是说我这种人就是长得差，小脑差，脾气还差。我感觉我就是徐志胜小佳和翟佳宁的结合体。但是如果你长得帅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就不管你干什么事别人都不会挑你的毛病，对吧？是吧，庞庞？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大帅哥，枪杀了一个 CEO？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反应，你们啊，一定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吧？他因为帅，然后他就火遍了全球，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他，就在讨论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他的社会背景、他的工作背景、他的教育背景，就是核心就是在发问，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一个大帅哥逼得去杀人，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他杀人是因为保险行业坑人，社会不公。哎，他要是长成我这样，他们还会这么说吗？不会的，他们只会说他杀人，因为他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所以易怒，走在路上想 biang biang 来2枪，为什么要来2枪？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啊。第1枪瞄不准，这样。根本不会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也不会有人讨论我的 OOTD。我的照片只会被那些自媒体截图做成短视频，然后标题是“警惕
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谢谢大家，我是杨文。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这有啥不满足的呢？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湘玉，你个小美女。没有，我没有这么洒脱。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我觉得不行，得找别的出路了。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啥呀？我又没去。啥呀？去面试了面得非常好，表演了一段唱跳，导演说我太好笑了，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情绪稳定，情商高。侯佩岑你们知道吧？难分伯仲啊。当时气氛也特别好，我出来他们还在笑，我就知道稳了，炸场了吗？这不是？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专心准备出舞台。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和南瓜的定情曲。这是我的暖宝宝，不是卫生巾啊。是卫生巾又怎么样？拿在手里了南瓜不要担心我，我能挺住。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南瓜当时还说呢，说最近咋没见到你呀？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我要去浪了，漂洋过海来看我吧。相当膨胀，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我最近喜欢吃芒果。猕猴桃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我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唐湘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谁会签这种合同？底下3条评论：啥时候播呀？还有谁呀？以及唐湘玉凭什么1轮游？我用小号发的。这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必须得争口气。我花了4000块钱，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的评论很抽象，说我跳舞有口音。跳舞怎么有口音啊？俺是山东的。山东淄博的，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当然了，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
我不语，只一味喂我。老师说，你找一面墙，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你就学会了。我做了几个，怎么说呢？快爬上去了。不是魏武，是壁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肯定选不上了。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不会还找我吧？啊？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纯嘲笑呀！啊！我只能安慰自己啊，我说哎，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但万一呢？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成长线才好看嘛，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你想看吗？啊，小点声吧，小点声吧啊！啊，别再说话了啊！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我刷到了路透，人家已经开始录了，都快1公了，我还在村里吃席呢。一轮游不是得去吗？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佩岑姐选上了。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我想了想，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儿，我很好心，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跟我说他俩留下，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舍友都懵了，怎么你也是中介呀？啊？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就跟在后边搞气氛，演师徒4人虾兵蟹将啥的。我是最棒的，我演1个棒，就是花甲，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都有点下酒了。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但是我使劲往下想，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那个礼仪的活，最后我没走，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给人鼓掌，还挣了50块钱。那个让我演嘎了啊，我也好好演了，我背着壳扭1晚上，我都累瘫了。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好像快嘎了。选不上是很丢脸，但脸又算什么呢？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因为泰戈尔也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喜剧之王》单口季。多好呀，至少游到第2轮了啊！我就是这样，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挣扎，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小夏。我这几年呢，养成了一个不良爱好，喝酒。对，当然我不是因为喝酒才这样的，好吧？我小脑健全的好吗？因为前段时间有个营销号拿着我的照片，然后说过量饮酒会导致脑瘫，而且那个照片还是我流口水的照片。我把它发给我的演员朋友，求他们别喝了，一个赛道容不下2个脑瘫。我是上大学才开始学会喝酒的，然后我舍友也夸我酒量真好。喝再多都跟平时一样，开什么玩笑？我喝多了比平时更灵活，好吗？我真的没有在搞笑，是这样。我这个呢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然后喝多了，酒精会麻痹神经，神经就会忘掉自己有病。我上次喝到一半，然后有个酒瓶从桌上掉下来。我2只手没接住，2只脚接住啊！只有神经病才知道里面的门道有多深。
我朋友也惊呆了，他说：“你是不是再多喝点就能把病治好？”我第一次去酒吧是我舍友带我去的，我对酒吧是有刻板印象的。我刚进去还很紧张，总感觉里面的所有人都会打我。然后大概喝了一些酒之后呢，我就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了。我们隔壁那个大哥左手臂还缠着石膏，我喝了一些酒之后呢，就跑去跟大哥单挑喝酒。大哥说：“你干嘛的？”我说：“没看出来吗？老子练体育的。”大哥说：“你是不是被铅球砸成这样了？”这些事情呢，都是我舍友第二天告诉我的。他说这都不可怕，最可怕是我摸着大哥的石膏，说本来想跟你玩15-20的，现在只能15-15啦。大哥脸都黑了，问我舍友我是不是在社会上被打成这样了。我爸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爱喝酒，喝多了就跟我妈吵架。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喝多了躺在我们村的村口睡觉。我从镇上回来经过的时候吓到了，回去跟我妈说村口好像死了个人。我妈说可能是你爸。我更震惊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说妈，别这样说，也太不吉利了。他说我是真的担心你爸喝酒会伤身体，而且我给他买了很多保险，受益人都写的是你的名字。从那之后，我跟我爸喝酒都不知道怎么说敬酒词，我不能说恭喜发财，感觉怪怪的，更不敢说爸走一个。现在我妈看到我有时候喝多也很后悔，她说早知道写自己的名字啊，老杨看起来能活得比你长。我那天看到一则资料说李白很多诗啊都是在喝酒的时候写的，我就觉得他好会控制那个量啊，就喝酒了还能这么有逻辑。我在想他如果喝嗨了会怎么写？仰天大笑出门去，如何呢？又能整。我知道这个梗很尴尬，但是朋友们，你不觉得这样写更显得李白很洒脱吗？我今年年前的时候有个体检，医生说我身体有个酒精代谢酶，比别人还要好。说简单来说就是我很能喝。医生说你身体很好哦，外面看不出来而已。你就感觉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给我开了一箱酒。然后说喝吧，喝多了就能走直线。我这2年很少喝多了，我上次喝多是在上海街头跟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边走路边喝，然后喝到实在走不动，就躺在一个马路牙子。我突然理解了那年躺在村口的我爸，这次死了2个人。我很感慨，我觉得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就觉得很感慨。然后我看着我朋友，我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我朋友沉默，他说你说的对，我们去买点桂花酒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英宁。哎，哈哈，我呢是一个东北女人。巧了，我妈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就4个字：不服就干。只要我一不服，她就干我。小的时候让我长个儿，让我长个大个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爸就1.69米，我妈1.5米。
对，东北不仅有矮人，也有矮人。但是他呢，希望我长到1.75米，每天让我拽单杠。大家现在看出来我这个个儿还是1.6米，个儿没怎么长，但是我这个胳膊呀，我1.6米的个儿，但我的臂展是1.65米。小时候做课间操，老师说大臂向前看，结果啪就插人嘎叽窝里了。老师说死平就啪扇出去2个嘴巴子，伸手就打笑脸人。不瞒大家，我这个胳膊伸手就是2.1米，也没什么用。唯一的用处就是走在路上看到那种突然想空气投篮的那种男生，先上去给他一个盖帽。有时候真的想想啊，这个故事真的挺讽刺的，因为大家想想，胳膊是什么位置？胳膊是人体骨骼当中唯一跟身高没有关系的部位。但凡当年我练习的是上吊，人虽然死了，但是官方身高是1.62米。我妈这个人，她不仅不服生物学，非生物的也不服。我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就不想再管家里要钱了，但是北漂嘛，你租房子图便宜，哼。大家租过凶宅吗？没有想到吧？这里还有死亡话题。当时那个中介还跟我说呢，说女士，您现在站在窗户边的这个位置，就是上一个住户跳下去的位置。我当时把我吓死了，我说难怪便宜呢啊！遇上了跳楼价了。我妈一听什么凶宅，根本不服，说妈觉得这个房子它应该不是一个凶宅，因为那个人站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活着的。1楼才是凶宅呀！哇，我当时满脑子里只有4个字，好有道理。我说妈，你冷静一下。我是说，假如说那个大哥他以后想回家来看看的话，应该不会只回1楼吧？我妈说你放心，他的腿摔坏了，他肯定上不来了。我妈这个人不仅不服鬼神，其实她也不太服一些世俗上的观念。有一年过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亲戚就在酒桌上指着我说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成家呀？我妈说我的女儿她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小时候拽过单杠吗？没有，没有你手伸这么长。但是他会偷偷的跟我说，哎，闺女，妈知道你不想要男人，但是咱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我说什么意思？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我妈这个人，她成长于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就是传统中带着一丝激进。她一方面说，你现在趁着年轻呢，你早点生，这样恢复得快。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怕我太懂生孩子。我就跟她说，我说那生孩子是不是意味着得跟男生有亲密接触了呢？我妈说，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啊。我当时想，妈，啥事儿啊？为什么说我妈这个人，她人生有不服输的精神呢？因为前几年，她怀孕了。对，在我妈50岁的时候，她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什么叫求人不如求己，言传不如身教。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哎妈，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呀。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妈妈怀孕之后，我妈和我爸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我妈每天摸着她那个小腹在家踱步，说：“宝贝，妈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下辈子你早点来，你争取做第1胎。”我说：“妈妈，我还在这儿呢。”这是我妈给我的感觉，而我爸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老子牛啊！哇，真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呀！有时候我看他俩这个状态，我就觉得3胎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只鼓励年轻人了，是吧？也把他们拉入到这个阵营来，口号我都想好了，就叫与其催自己的孩子生，不如生出自己的孩子。但我妈催生她也不是为了一些世俗上的观念，她就是怕我现在不生老了吃苦，又怕我现在生现在就吃苦。因为她跟我说其实女人生孩子真的特别容易遭很多的罪，
尤其容易得产后抑郁。他就说他当年就得过，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这是病啊，都以为刚生的孩子太丑了，丑得让人想死。他说我当时抱了你第一下都不是说这像谁呀，而是说这像话吗？我还关心他，我说那你难受吗？我妈说咋不难受？当时周围的阿姨天天就想跳楼。我说那你呢？她说我还行，我就是想把你扔下楼。我说妈，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想过1楼才是凶宅？我妈确实就这么一路不服，一路硬扛，走到了今天。她前年退休了，现在呢，每天在家健身，已经拥有了4块腹肌，然后现在每天在学英语，准备在备考雅思。就像所有突然失业的年轻人一样。但是他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就像比赛之前他跟我说，比赛那玩意儿咱就干呗，管他输赢呢，听妈的，咱谁也不服。你就记住一句话，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大家，我是英宁。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来自河南啊，我打小生活在村里我们那儿教育资源不太发达，老师的水平也不高。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教2年级的老师学历只有3年级。数学老师教数学不是因为数学好，是因为他老念错别字，教不了语文。他给我们讲应用题，说这个骨缸它有2个水管放水，浴缸。学历最高的人是我们校长，初中学历，他是我们校里唯一一个会解2元一次方程的人，就这都人称小华罗庚。我们数学老师叫他小华罗康。我爸一直担心我的前途，在我读3年级的时候，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本意是好的，但我有点跟不上班了。我记得刚进班级，那个数学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呢，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0。这道题大家都听过，都知道高斯的故事，知道有一种更为方便的算法。但问题是我当时不知道，我是硬着头皮算完的。一边算一边心里在想，今天这个作业量怎么这么大呢？这道题答案是5050，我算到了6000多。关键是我才加到75，算到后半夜我都困了。我妈都看我可怜了，说要不我帮你一起算。问题是她也不知道高斯的故事。我从1加到100，她从100往回加，俩人一对，结果不一样。我说要不用你的数吧，你的数看着小一点，我算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第2天交了作业，我们数学老师就问：“哎，同学们，昨天那个题算出来了吧？”答案是，一群小孩异口同声：5050，只有我一个人7832。所有的学生都老师也啊，只有我只有我对了吗？我说我错了，太丢人了。但我没有气馁，我就想起一个鸡汤小故事激励自己。就是说，爱因斯坦小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坐一个小板凳。爱因斯坦做的最差，老师把他的作品放讲桌上说：“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小板凳吗？”爱因斯坦说：“有。”当场拿出来俩更差的，说：“虽然那个很差呀，但已经是我做的最好的了。这还有2个更差的没给你呢。”一想到这儿，我就想说：“老师啊，虽然7832是个错误答案，已经是我算的最正确的了。那还有2个1万多没给你呢。”老师说：“把你家长叫过来吧。”我说：“这就是我家长算的。”我爸就有点恐惧，他给我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第一就是阻断社交，周末就别出去玩了。赶上周末有人往我家打电话说：“喂，宋万博在家吗？”我爸一接说：“他死了。”我还在旁边站着呢，就听到对面小朋友哭成一片。然后周一又看到整整齐齐的我。我会在每个周末死去，又会在每个周一醒来。周一就是我的复活节。小伙伴一看见看见彩蛋了。我爸还有一个计划，就不要看电视了。好不容易放假看一回那个葫芦娃，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角色穿山甲死了。我在那抹眼泪，我爸看见了，那穿山甲是你爹呀？你爹死了，你这么哭吗？
我说爸，你这么说多不吉利啊！再说我哭不哭，你那会儿也不知道啊。我爸也有自己的爱好，他喜欢看电视，他一直在追一个团综《水浒传》。《水浒传》是我爸眼里最好的电视剧，经常拉我一起看。对，我不能看葫芦娃，但可以看《水浒传》。有一回演到林冲死了，我爸哭了，还背过脸儿，怕我看见嘲笑他。我当然会了，因为那一刻我就想起了穿山甲，我要报一箭之仇。但毕竟我们俩是父子，我也不方便说那句话了。爸，林冲是你爹呀。但我又想说，我只能拐弯抹角的说，我说爸，林冲死了，咱哭啥呀？咱们家姓宋啊。宋江死了，咱再哭啊！好歹咱本家呀，你哭了也算祭祖了。这个梗在我们河南是要天打雷劈的，全国最传统的省份之一，仅次于山东。我们家要是山东的，我讲这个真的会被我爸打死，因为宋江就是山东人。但我爸对我都这么努力了，我学习成绩也不好，因为我没有努力。我知道，如果我好好学习，我爸肯定很高兴，但我不想让他高兴，我想气他。但为了我的前途，我还是得学习。我就想，我权衡之下，我说我学一点儿，我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我爸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他现在有双向情感障碍。最后从小学读到了初中，读到高中，还是参加完高考。高考完事之后，我爸问我，你估分估多少啊？我说你让我妈估吧，我估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当然，我最后是上了大学，它不是什么名校，不是211、985，就是我们平顶山市的平顶山学院。但我很知足，因为毕竟我的学历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校长。如果你的起点足够低，那半山腰就是你的峰顶。更何况平顶山，它只有顶没有峰，所以我也算是毕业于顶级院校。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我是宋万博。大家好，我是彩玲。我以前说过，我就谈过1次恋爱。今天我把话说全，虽然我谈过的恋爱屈指可数，但我追过的男人不计其数。上学的时候，我吸引男生注意力的主要手段是模仿电视剧。当时《还珠格格》热播，香妃娘娘以香为美，我就想模仿。但是我家没有香水，最香的东西是洗发水。运动会那天，我在头上涂了好多洗发水，结果拔河的时候，天降大雨，全都是泡沫。我怀疑那天我们班输了跟我有关系，因为绳子滑，抓不住，香妃没学成，成了华妃。我又看了一个台湾偶像剧，是艾拉和吴尊演的，你们看过吗？啊，那里艾拉是个假小子，然后男主很爱她。我雷厉风行，剪了短发，穿男装，穿球鞋，说话声音压得特别粗。2周过去了，没有人追我，但是全校都在传我要去当兵。从拔河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个炮兵。我还模仿偶像剧女主给男生叠千纸鹤，然后把最想对他说的话写在千纸鹤里。我给我喜欢男生叠了上100个千纸鹤，里边全都是我熬着夜红着眼给他写下的高考考点。老师没收这1罐千纸鹤的时候都感动了，多少年后还跟那男生说，当年你但凡跟张彩玲早练一点儿，都能考上个3本。但是我喜欢男生说他喜欢偶像剧里那种柔柔弱弱、乖巧可爱，尤其是那种蠢蠢笨笨的，我就开始装。从那以后，他在问我这题怎么做，我都说这题第1步应该这么做，第2步人家就不会了啦。其实人全会。
考试考好了也不敢给他看成绩，生怕被他发现。我表面在装傻白甜，私底下可是数理化全来，文史哲也沾，学的可花了。我俩进入了暧昧期，我寻思得加快点速度。当时学校有一个数学竞赛，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要去看我哥哥打篮球。那天篮球比赛我做足了功课，要把女生乖巧柔弱的得分点集中呈现。我坐在篮球场旁边，手里拿着给他准备的饮料，身上披着他刚脱下来的校服，袖子里还藏着一个随时可以检查刘海的小镜子，的同时还在给他织围脖，的同时还在装自己肚子疼很虚弱，的同时还在给哥哥加油。那天给我手忙的呀，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裁判都震惊了，说这学校挺好，比赛还配了一个聋哑解说员。后来我发现我们班那天参加数学比赛的同学获了奖，可以申请高考加分，给我后悔的呀。我就在想，我为啥一直在装弱？就是因为这些剧给我洗脑，让我永远在幻想被一个男人征服，就是被征服。好像我出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被征服。我出生应该就唱着就这样被你征服出生，然后医生剪断我脐带，我说你切断我所有退路。哎，这些剧到底是怎么给我洗的脑？那天我回家一打开电视，正好是一场经典的偶像剧征服大戏《强吻》。前一秒钟俩人还在吵架，突然男主就把女主怼在墙上就强吻，女主前边还在拼命挣扎，突然就放弃抵抗了，就那手永远。男主的嘴里是有电棍吗？总的嘴要是这么好用，还要警察干啥呀？巴黎街头发生暴乱，警方都不出动警力，就派这几个霸总：龙傲天、顾北辰、道明寺，把这个局面给我稳住。那以后我也不装弱了，而且长大之后我特别怕别人觉得我弱。然后前几年我怀着孕参加了一个节目《奇葩说》，当时所有人都在照顾我，从导演到演员见着我都会扶着我一只手，让我缓缓往前走，也不知道是有喜还是慈禧。我只是怀孕，我又不是黑灯。而且不管是黑灯还是怀孕，其实都不用那么服，除非黑灯怀孕了。那不服不行。比赛开始了，我的队友还跟节目组说今天啊情况特殊，我们当然都是正常站着辩论，但是彩铃是坐辩。但是辩论这东西，它坐辩根本就使不上劲儿。他们也是好心，就是怕我万一有啥意外再生在台上，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我想告诉他们，就这个动作啊，最容易生出来。我往那一坐，手里拿着水，这手摸着肚子，然后给别人加油。我觉得场面怎么似曾相识了呢？我怎么又回到那篮球场了呢？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聋哑解说员。我说不行，我是来比赛的，我要站起来。我那天站起来跑到场中间一顿输出，其实那天我表现还挺好的。当时看着观众给我投票的投票器一盏一盏亮起来，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那天挺着儿子比赛，赢的也是铤而走险。当时我灵魂出窍回到篮球场了，我好心疼那个17岁坐在篮球场旁边手忙脚乱给别人加油的小姑娘。我想跟她说，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你更应该为了自己站在赛场上。谢谢大家，我是彩玲。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
太棒了，朋友们！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凌晨2点啊，凌晨2点啊，很嗨哈。好巧不巧，去年呢，我有一轮次也是凌晨2点上台，当时非常困啊，非常困。不仅我很累，观众也很累。我记得我当时在舞台上表演呢，这不搞笑呢，在这幽默呢。我余光一瞟，第一排有观众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当时特别想给他个大嘴巴子。我说大哥，你醒一醒啊！一会儿还投票呢，你还把眼睛闭上了，黑灯还没闭眼睛呢。我闭上了，你没看见。哎，确实也是录了好几年节目了，有种感受，朋友们，我感觉每次录这种节目都很考验人性，真的。一般都是这种 PK 环节嘛，啊，每次 PK 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复杂，就是每次 PK 我那个人在前面讲的时候，每次讲的好笑吧，我笑不出来；每次讲的不好笑吧，我怕自己笑太大声，你知道吧？朋友们，录节目要做好表情管理，真的啊！去年录完之后，我回家看了一遍节目啊，当时有个选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切到了个付航的镜头，付航当时比较严肃嘛，就面无表情地看这个演员，当时飘起个弹幕说：“付航的底色好悲凉啊。”有一次刘洋在上面表演，我也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飘起个弹幕说：“小北有啥不服的啊？”朋友们，我也悲凉啊！你们可能不了解我内核也是悲剧，你知道吧？我真是服了。每次录这种节目，主持人也特别欠。每次一个人表演完之后，然后说那个谁不服啊 ，PK 一下，梆站起几个人，主持人特别欠。主持人要 Q 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位选手 PK 呢？大家就开始编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因为我们都是北京的演员。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人。我说你怎么不说你们都是右手使筷子呢？不就没人说实话吗？你这站说实话不就完了吗？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他？直接站来说，因为我觉得他不好笑。我觉得我能赢。他就是之前几年上过几年节目，有点观众缘什么的。当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 PK 我了。而且演员每次参加这个节目都很体面，每次这种 PK 结束，赢的人、输的人站在台上，赢的人都很体面。每次赢的要帮输的人找补两句。每次一比完，赢的人在旁边说：“其实他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这段我看过，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嘛，没有表现好，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多去线下看他。我当时坐旁边，朋友们，我心想，可不得去线下看的吗？线上撩路，不被你这个王八蛋堵死了吗？而且都输成那样，谁想去线下看他呀？不都想看你吗？我就没有见过哪个观众脑回路特别惊奇的。看完一个综艺之后，在那想，哎呀，与其线下看看呼兰，不如试一试姜子浩呢。朋友们，姜子浩是个特别难找的案例，有名气不搞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刻薄了？其实没有，我跟姜子浩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你知道吗？真的，他那段我看过，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你知道吧？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的粤语专场，好吧？其实身边的人，这个有些朋友总有人劝我，他说：“小北，你录节目的时候 real 一点。”他说：“真实的人很招人喜欢。”我说 real 是什么样子？他说 real 的人就是你开心的时候就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你开心的时候开心，难过是难过，生气的时候你就骂。我说那不就是翟佳宁吗？我说这种人也不是很招人喜欢吧？啊？我朋友说，哎呀，小北也不全是。我说这不就是观众喜欢的活人感吗？他多有活人感，我看很多网友让他去死一死呢。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个这个童话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装》啊，告诉大家做人要诚实。其实我长大之后又看了一遍啊，上班之后我其实特别能共情那些哄骗皇帝的大臣。
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啊！项目做得好好的，都快结束了，突然路边来个小孩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我当时大声我都气死了，我说有啥问题啊？领导满意，进程顺利。我说就你聪明，就你明白，难道我们这帮人不知道这个项目在裸奔吗？我之前也接过一些台前的工作啊，就是给一些歌手比比划划、评头论足，有点像现在的气氛组，就是。然后当时呢，一个歌手表演的是自己的一个原创曲目啊，然后唱一会儿就忘词儿了。当时我心想，我这不好好的 real 你啊，你一会儿在台上站好，我必让你下不来台啊。但是当他表演完结束之后啊，所有的导师和明星都在安慰他、鼓励他。我说不对呀，我说这哥们儿身上有点东西啊，他身上有皇帝的新装啊。我当时脑海中跟走马灯一样，你知道吧？走过了好多前辈的身影，什么柯以敏啊、丁太升啊。我说我不能步他们的后尘啊，别最后整的活人感有了，活没了，你知道吗？但我心想这不行，我说你们几个从我脑海中出去，何炅、汪涵进来。当时我就这么评价的，我说哥们儿，我觉得你这个说唱真不错，很有态度，我很喜欢，我尤其喜欢中间那段留白。朋友们，说实话，我觉得这2年这个网上特别喜欢劝大家 real 啊。去年经常在一个网上看一个标题，就是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写的内容大差不差，说这个00后在这职场里干得不开心不舒服，就骂领导一顿，说老子不干了，然后就走了。但是我看完我觉得确实挺过瘾的。后续呢？后续你怎么不写了？00后整顿职场，回去之后被房东整顿，吃糠咽菜睡桥洞，然后被城管整顿。到了那个桥洞那儿碰到很多大爷，问大爷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大爷说，哎呀小伙子，我们是90年代整顿职场那帮人啊。年轻人咱们就先别聊什么整顿职场了，聊聊明天去哪儿整顿饭吃啊。我觉得这帮写文章的人特别坏，天天鼓励00后整顿职场骂领导。我说你为啥不骂呀？啊，是因为你有家庭吗？这帮人真的特别欠。这帮人是哪种人？朋友们，这帮人特别像在职场里，但凡你干得不舒服，有个人在你耳边说，这你能忍？这要我忍不了，咬他啊！朋友们，最后我想说 ，real 的事儿啊，就让我们脱口秀演员干就可以了。我呢就不劝大家在职场 real 了，我祝大家在职场 rich。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大家好，我叫大老王。聊大老王。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那你发现不上班跟上班比，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上班。网上管我们这种行业叫自由职业了，对吧？自由职业是我认为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反义词，很矛盾，自由和职业。上次听到类似词是调休、小长假。神仙工作，小北冠军。我们这个工作呢，性质属于创作性工作，其实每天就是在家里，主要是等梗出现。我很羡慕农民伯伯工作，春种秋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春天种下种子，秋天收获果实，然后就会留下一地的梗。这就是我最羡慕的生活了。但我这个状态，基本每天就是盯着屏幕，一天啥也不干，主要是改行间距，修改字号，调整文档顺序，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呢，就是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呢，就是我的一天。这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这就是。这是谁的一天呀？我的一天。干嘛呀？这几句写了1个礼拜呢。写了1个礼拜呢，这几句。在家自己控制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你在家里越认真工作，对家里别的事情注意就越集中。
一认真工就发现这个墙纸坏了，门框翘了，踢脚线是不是要掉了？自由职业一个学会没缝了。我其实跟很多人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焦虑会抽烟喝酒来缓解，我不是这种人，我是那种一焦虑就早睡早起的人，非常的健康。我感觉我真的是焦虑吗？我该不会是自律吧？感觉我是那种可以健健康康的焦虑到80岁的人，就是那种每天起来都我烦死了，但我不死。焦虑我看不着小红书上那种很积极的人，什么25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6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7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我一年一年的搜，你知道吗？我最高搜到70岁重启人生一切不算，我真崩溃了。我说70岁还不晚吗，大爷啊，一点积累都没有吗？70岁重启那不重生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的帖子啊，就是去旅游的。重启人生去丽江，重启人生去昆明，重启人生去大理，就去云南重启。啊，云南网不好，感觉云南是游戏里的复活点。到云南就兄弟可不敢再往南走了，再往南就不重启，那就关机了。所以去云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治愈我的，所以前段时间我去了景德镇。今天节目录制压力太大，第1期准备期间去景德镇去缓解焦虑，然后太累了，整整6天，捏了20多个盘子，真太累了。996的捏泥巴，自费干日结来了。每天起床就干，倒头就睡。我说是重启人生还是劳动改造来的呀？景德镇基本上全是来重启人生的。我们班有一位裸辞来学词的一位北京来的词，太帅了有点儿。裸辞来学词，丢了饭碗来做饭碗，每天都吃不上饭了，还在那儿忙活呢，空腹有氧。放松之余还要学个技能。This is China。做盘子很难啊，因为盘子很难做大。第1堂课学拉杯课，你知道，最后累得手都抖了，可以说是大盘持续震荡，很懊恼，你知道吗？30多岁玩不明白泥巴了。学了1下午，泥还是泥，我和泥都扶不上墙了，觉得自己很蠢，你知道吗？原来不会写段子，现在不会捏盘子，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我真蠢，你知道吗？怎么能？你怎么笑点太奇怪了呀？我真蠢，我是怎么想的？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呢？我想过历史上唯一一个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是女娲。女娲捏泥巴造人，女娲是按照自己样貌来做的人，一焦虑就做自己。感觉女娲是会发小红书的那种人，上班就能玩泥巴，真是一份神仙工作。女娲这工作应该挺焦虑的，因为女娲的主业是补天，每天一起床都有一个天大的窟窿等着她。女娲很无辜，女娲纯背锅。凭什么共工统的天女娲来补？招谁惹谁了？你说女娲每天会不会看着那个天非常的绝望？说，哎，如果这个天要是行间距就好了，能修改字号把它挡上吗？能把别的天复制粘贴到这儿吗？这是谁的天？女娲补的天。这是谁的天？这是我的一天。大老王写于2025年4月27日景德镇，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
大家好，我是庞颖。我是一个辩手，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我为什么去上班呢？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所以呢，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我妈如临大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我妈一来，我如临大敌。啊，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所以我总得吃剩的。我说妈，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我们家的知道。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粽子是去年端午的。我妈劝我吃他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她虽然不怎么样，但知根知底啊。我妈呢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我从小就比较胖，总有人觉得呢胖就等于不自律，但是我不同意啊。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同意吧？有人说呢不对，自律啊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那我也挺自律的呀，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又有人说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这也不对啊，偶尔出轨叫放纵，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但是打工人太累了，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是真的全职的工作。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董明珠的事业，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就工作久了呢，是不可能没病的。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我甚至在想啊，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想象一下 HR 面试，我拿出病历，有结节代表我能忍。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我是节节导向。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团队人均211血压。你来自985，我来自 ICU， 我用的还是年假，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我一听很吃惊啊，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后来呢，我去医院看，医生说的都不一样，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到处收集方案，然后比稿。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没有打动我。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但是没有新意。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为什么会没事儿呢？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我的乙状腺结节呀，自然就没了。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我妈又如临大敌，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吃外卖、熬夜、工作压力大，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小时候让我努力，生病了怪我太努力。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我请了一个长假，后来发现是误诊，我也没有销假。毕竟请假挺难的。而且我也想明白了，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有个网红曾经说过，
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啊，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漫天的落叶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人就没了？好，我想了一下，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阿水，我是新加坡的演员，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好不好？东北的 globalization。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越来越多。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而且最好辨认，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尖椒干豆腐，小鸡炖蘑菇，铁锅炖大鹅，所见即所得啊！你们听到东北菜名，你可能不喜欢吃，但你至少会做了。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再考你们南方菜。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我不知道，后来我查过，乱炖。我在东北长大，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的菜名是靠猜的。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沙爹，先不吃，听着没大没小。煲仔饭，听着没小的，跟沙爹是套餐，听着像。椰浆饭，娘惹菜。爷爷不泡茶，外婆家的菜，你不知道吃什么，但实在亲越来越多。而且不光这个菜名，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你觉得出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把湖南菜叫湘菜，是吧？上海菜叫本帮菜馆，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说是乡村爱情，乡村爱情，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听着是。为啥这么直白呢？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所以选择直白，不会修饰，你懂吗？我每次回到我东北老家，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我不吃都不行，每天早上都是。儿子醒不醒呢？儿子醒不醒呢？我说我没醒，醒了呀。你饿不饿？你吃点东西，妈给你整点吃的。你饿不饿？你饿不饿？饿不饿？饿不饿？我说还行，饿了呀。你吃点这个，妈给你整。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你吃你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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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尝。我就只能吃。我但凡要觉得好吃，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我觉得没用，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你这个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吗？你尝尝。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好东西不用硬夸，你只要尝过用过，你就知道它好。就像滴滴一样，你打开滴滴出行，新加坡、韩国、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想咋滴就咋滴。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回去用呢。哎，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他不光吃的，他有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他也是很直给的。不像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是吧？单身的地狱，结完婚的惦记离，要离赶紧离。一离10好几集，磨叽。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那大妈说：“那你各方还行啊？”那大爷说：“我都行啊，是吧？”哎，这好综艺，大家回去看看啊，东北看看。哎，关于爱情，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乡村爱情的主题曲叫《谁是我的新郎》。
这也太松弛了吧，都已经落到新郎了，不知道谁是新郎。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对面站5个小北，你说谁是我的新郎？啊？就是这种松弛，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我那印度朋友说，我们印度有首歌叫《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就都能一起唱。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你听听呢，听听。谁是我的新郎？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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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嘿，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啊，那苦力猴呀，猴人呐！谁是我的新郎？几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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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我的新郎？啊，嫁！哎嗨嗨！快来到我的身旁！咚咚大，好。就祝大家婚姻幸福，爱情甜蜜，常来东北。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谢谢大家，我是阿水。谢谢。好，大家辛苦了。我是南瓜，大家还认识我吗？认识，确实。这半年减了60多斤，变化比较大啊。对，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他说你好像是南瓜，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我说我现在是贝贝南瓜。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减肥减得太狠了，肺活量都减小了，唢呐都吹不响了。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我去学习爵士舞了。这就是魏舞。而我其实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学起来就很羞耻。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我都找了个私教了，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老师做什么我在旁边做什么，只要有人过来我就不做了。我就看着老师做，我在旁边手拍子，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老师他就鼓励我，他说我们跳舞呀，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有天赋，是不是偷偷练过？老师不知道，我之前送外卖，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真的，现在体验了一下，真的很开心。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但没条件，没得选。我爸在家里，我爸吹唢呐，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有人拿说唢呐不挺好，现在白市上多挣钱呀。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因为这个工作呀，它太不稳定了。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别人活多了，我爸就活少了。但是活多的时候，一个活连着一个活，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这个感受了一下，真的非常的开心。真的小时候，你别说才艺了，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一下子就迷上了，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我跑得快，跑过去传给老三，老三一上篮，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后来长大了，我在送外卖，大哥在卖烧烤，老三当了保安。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我骑电瓶车送过去，老三门一开，还是一条龙。我们没能相聚在 CBA，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到了社会上，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但那2年很开心，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啊，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
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那时候有一首歌叫《Yes OK》啊，特别的火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跳。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慢慢追我的梦。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你好，能给个好评吗？他说在哪里给？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哦，热奈他们出道那天，这非常开心。我坐电动车上，我说啊，终于成团了，成团了。旁边骑手，成团几个人呀？我说9个人，他9个人，那你送得过来吗？他们不理解我，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他们甚至还嘲讽我。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有啥意义吗？你也去报名，你也去青城游，你也去报名参加。我说算了吧，咱别斗了，我能去爱奇艺，我去爱奇艺搞笑嘛。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感觉像做梦一样，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导演还给我们说，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我当时说这不好吧？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咱就别丢人了。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 啊，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已经跳不起来了。我真的很紧张。第2天彩排的时候我就想了个办法，当时小北在我前面。跳得不错，那我就跟着他跳。结果第2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我真的很尴尬。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没有把握住。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我讲段子的时候，虞书欣给我投票了。他说：“南瓜老师加油，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吗？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又落在我的身上。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去报了舞蹈班。我真的很开心，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老师，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怎么练都不太对劲。”老师说：“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啊，你这跳舞束手束脚的，你往2边迈开2步，大胆一点。”我就跟着老师往2边迈开2步，跟老师一跳，一下子就对了。我真的好开心呀！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我用了20年。谢谢大家，我是南瓜。